过去2年，只要一家科技公司宣布加码 AI 采购 GPU 扩建数据中心，市场往往会先给他一轮掌声。很多人也习惯了这种反应，觉得谁买的算力越多，谁就越接近下一轮增长。但现在最危险的反常点出现了，华尔街不再只问你抢到了多少芯片，而是开始追问这些算力到底什么时候能交出现金流。这件事儿和你的账户关系很直接，因为你以为自己买的是 AI 增长，最后买到的可能是一段漫长的折旧周期。Meta、CoreWeave、英伟达、云厂商和平台公司都站在这条链上，可他们的利润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真正的悬念不是 AI 还热不热，而是谁能把这场烧钱竞赛变成账本上的回报。大家好，我是志行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，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。我先把今天的判断摆在前面， AI 叙事没有结束，甚至还在继续扩张，真正变的是估值尺子。上半场市场奖励谁能抢到更多算力，下半场市场要看谁能把算力用起来卖出去，最后变成收入、利润和自由现金流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冷，但它非常关键。很多散户最容易犯的错是把上游的繁荣直接外推到整条产业链。英伟达订单强，就觉得所有买 GPU 的公司都安全；数据中心越多，就觉得所有平台都会重新估值。问题在于，卖铲子的人和买铲子的人账本完全不同。卖 GPU 的公司收到订单，收入和毛利会先体现出来；买 GPU 的公司要承担服务器、网络、能源、土地、工程、维护和折旧。他还要回答一个更麻烦的问题：这些投入最后到底有没有让用户多花钱，让广告更精准，让云客户续约，让企业愿意为 AI 功能付费？这就是我认为本轮 AI 行情最值得拆的一层。过去市场盯的是稀缺，谁拥有算力，谁就像抓住未来的门票。现在市场开始盯的是利用率，算力放在那里不是资产，只有被真实业务消化才可能成为现金流。Meta 是一个很适合观察的样本，它不是一家没有主业，只靠故事融资的公司。它有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， 有庞大的广告系统，有真实的商家，有用户，有内容推荐场景，也有足够大的现金流去支撑 AI 基建。所以 Meta 砸钱做 AI 不能简单理解成坏事儿。对他来说， AI 可能改善广告投放，可能提升内容推荐，可能帮商家自动生成素材，也可能提高用户停留和转化。只要这些改善能进入收入和利润表，算力就不是黑洞，而是生产工具。但真正麻烦的地方也在这里。生产工具要证明自己能赚钱，不能只靠发布会和路线图。市场现在不满足于听我们正在建设世界级 AI 基础设施，它会继续追问投入增加了多少，折旧什么时候体现，广告效率提高了多少，云或企业服务有没有新的付费，现金流能不能覆盖扩张。这也是 Zuckerberg 现在承受的压力。Meta 的 AI 投入越大，市场对回报的耐心就越短。你可以说这是长期战略，也可以说这是平台竞争的入场券，但只要资本开支持续抬高，投资者就会要求他在某个地方交账。CoreWeave 与 Meta 的 AI 基础设施合作，也应该放在这套框架里看。外部采购或长期合作并不天然代表风险，大型平台很难只靠自建完成所有算力需求。外部云和专业 AI 基建公司确实可以提高速度，也可以分摊一部分建设复杂度。可它也提醒我们一件事儿， AI 下半场的竞争已经不是买不买芯片这么简单，而是谁能用最合适的成本结构获得足够稳定的算力，并把它嵌进真正能收费、能提效、能留住用户的产品里。如果合作带来更快的模型训练、更好的推荐、更高的广告回报，那它就是扩张。如果只是把成本提前锁进去，但收入端迟迟看不到改善，那同样的合同就会变成利润表上的压力。你看，同一条新闻在不同的账本里含义完全不一样。我提醒大家，不要把 AI 投入很大自动翻译成公司一定更值钱，投入只是起点，真正决定估值的是投入之后的转化率。钱花出去很容易，证明每亿美元资本开支能带来多少未来现金流才是难的部分。英伟达仍然是这条链上最强的公司之一，这一点不用回避。AI 训练、推理、网络、系统集成，很多关键环节都离不开它。只要大型平台还在扩张 AI 基建，上游就会继续享受强需求。但这恰恰是散户最容易看反的地方。
上游强不代表下游轻松。英伟达卖出的设备是别人的收入，也是买方的资本开支。对英伟达来说是订单，对 Meta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这些平台来说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投入，未来还会慢慢变成折旧。如果这些平台能把 AI 变成广告效率、云服务收入、办公软件订阅、电商转化和开发者生态，他们当然有机会重新定价。可如果 AI 功能只是提高了成本，没有明显提高用户付费意愿，市场就会把热情收回来。这就是算力查账的含义。不是说 AI 不重要，而是说重要的东西也要经过财务报表。越是大叙事，越不能只停留在口号。因为当投入规模足够大时，任何一点利用率不足都会被折旧和能源成本放大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栋非常昂贵的工厂，工厂建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会兴奋，因为产能更大了。但如果订单不够，开工率不高，产品卖不上价，这栋工厂就不只是未来的希望，也会变成今天的成本。AI 数据中心也是类似的逻辑。服务器不是摆在机房里就自动赚钱，模型不是训练完就自动产生利润，它必须进入广告系统、云服务、企业流程、搜索、电商、内容分发、客服和办公软件，最后让客户愿意付更多钱，或者让公司用更低成本做同样的事儿。我会把 AI 公司拆成不同账本来看。卖算力和卖基础设施的公司要看订单、产能、毛利和竞争格局。买算力并试图变现的平台公司要看收入端有没有真的被 AI 改变。只要把这两类混在一起，判断就会很容易失真。平台公司不是没有优势，他们手里有用户、有数据、有分发、有支付场景，也有原本就存在的商业模式。Meta 可以把 AI 放进广告，微软可以放进办公和云，谷歌可以放进搜索和开发工具，亚马逊可以放进 AWS 和电商，阿里也可以把 AI 接进云、电商、商家工具和钉钉。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会开始讨论 AI 资金会不会从单纯追逐 GPU 慢慢流向真正有平台、有场景、有变现闭环的公司。这个问题不是谁替代谁，而是谁在下一阶段更容易证明投入产出。拿阿里云做一个亚洲样本，不是说它要变成英伟达，也不是说它马上就能复制美国云巨头的估值，它更像一个观察窗口。当市场不再只看算力稀缺，而开始看平台能不能把 AI 嵌入商家、办公、云服务和用户场景时，原来被低估的平台资产会不会被重新审视？但这里同样有风险。云市场价格竞争很激烈，电商可能需要补贴， AI 模型要持续投入，数据中心和芯片也会带来折旧。收入增长如果跟不上成本扩张，所谓平台闭环就会先变成利润率压力。所以我不愿意把这件事讲成 AI 资金离开英伟达转向平台股这么简单。更准确的说法是 AI 行情从单一稀缺叙事进入分层审查阶段，谁能证明商业化，谁就可能得到更高权重，谁只会扩大投入却给不出回报路径，谁就会被市场反复拷问。这对普通投资者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不能只看公司说自己投入了多少 AI， 投入越大反而越要看它的利润表和现金流。因为高投入公司如果没有高转化，股价就会同时承受估值回落和盈利压力。很多人以为自己追的是未来，其实追到的可能是成本前置。AI 基建的支出常常先发生，收入兑现却可能滞后好几个季度甚至几年。短期财报里，市场看到的是资本开支、折旧、能源成本和研发费用，未必马上看到对应收入。这并不是让你悲观，而是让你换一把尺子。过去你看 AI 公司可能只问它有没有大模型，有没有 GPU， 有没有发布会。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它有没有足够高的算力利用率，有没有真实客户，有没有可持续付费，有没有把 AI 嵌进原来的利润池。财报季尤其要看资本开支有没有继续上调。如果公司一边说 AI 机会巨大，一边不断提高投入指引，那市场会继续给它机会，但也会要求更清楚的回报说明。钱可以先花，但解释不能永远停在愿景里，折旧也要单独盯住。很多 AI 设备不是一次性影响，投入使用后会逐步进入成本。今天的扩张可能变成未来几个季度的利润压力。这个过程很容易被短期新闻忽略，因为它不像发布会那样热闹，却会安静地压在利润率上。自由现金流更不能跳过。利润表可以受到会计项目影响，现金流更接近真实承受力。如果经营现金流强，
资本开支高可以被理解为进攻，如果现金流转弱，同样的投入就会变成估值压力。收入端有没有具体变化也很关键。Meta 要看广告效率和用户参与度，云厂商要看 AI 云收入和客户续约，办公软件要看付费渗透率，电商平台要看商家工具能不能带来转化提升。没有收入端验证， AI 就很难从故事变成账本，管理层怎么解释回报也会越来越重要。真正有底气的公司会越来越具体的谈业务场景、客户需求、产品渗透和成本效率。只讲未来很大、技术领先、生态完整，在资金审查变严的时候，分量会越来越轻。我还会留意一个细节，就是公司有没有把 AI 投入和原有业务拆得足够清楚。很多财报会把增长讲得很热闹，但真正有用的信息往往藏在费用率、折旧节奏、云服务毛利、广告单价和用户参与度这些不起眼的地方。他们不会像发布会那样刺激，却能告诉你公司是不是正在用更贵的资产换来更低效率的增长。还有一点，市场对 AI 投入的容忍度和公司原本的现金创造能力有关。现金流很强的平台可以承受更长的投入周期，现金流本来就紧的公司，一旦也跟着拼命扩建算力，风险就会被放大。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资格用长期主义解释短期压力，这一点普通投资者一定要分清。我真正担心的不是 AI 泡沫4个字，这个词太粗了，容易把问题讲偏。真正值得担心的是，很多人把所有 AI 公司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用同一个估值逻辑去看。上游、云厂商、平台、应用、数据中心运营商面对的风险完全不同。上游可能担心竞争和客户集中，云厂商可能担心价格战和资本开支，平台公司可能担心功能免费化后难以收费，应用公司可能担心模型能力变成基础设施以后，自己的产品护城河不够深。每一层都有机会，也都有不同的坑。如果你只盯着 AI 还是不是主线，就会错过真正重要的分化。AI 可以继续是主线，但主线内部也会重新洗牌。资金不会永远奖励所有贴着 AI 标签的公司，它会逐渐挑出能交账的，淘汰讲不清回报的。这也是本期封面为什么叫算力查账。算力本身不是问题，贵也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贵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变成商业结果。市场不是突然不信 AI， 而是开始要求 AI 走出展示厅，进入财务报表。对 Meta 来说，后面最重要的不是在证明自己重视 AI， 而是证明 AI 正在改善广告推荐、创意工具和用户体验。对英伟达来说，市场会继续看需求强度和供应链能力。对云厂商来说，要证明客户不是只试用，而是持续花钱。对阿里这类平台来说，要证明 AI 不是概念，而是能接近商家和企业工作流。你会发现，这套框架比简单看涨看跌更有用。它不要求你预测下一周股价怎么走，而是帮你判断一家公司的 AI 投入到底更像未来资产，还是正在变成利润压力。如果这些指标对得上， AI 行情可能不会只停留在卖产人身上。平台型公司、云服务公司，真正能把 AI 嵌入业务流程的公司，都可能被重新定价。市场会说，原来这些公司不是只会花钱，他们也能把算力变成更高效率。但如果这些指标对不上，结果也不是 AI 立刻结束，而是更残酷的分层。上游可能继续赚钱，下游部分公司却被折旧压住。某些平台能提高转化，另一些平台只是跟风烧钱，有些应用能收费，更多应用可能被免费功能吞掉。这就是第二层悬念。 AI 最大的风险未必是故事突然破灭，而是市场从全面相信变成逐一审计。过去买 AI 是买情绪，接下来买 AI 更像买财报。谁交得出账，谁留下，谁只会扩大叙事，谁就会被重新定价。所以接下来我建议你观察，不要只看哪家公司又宣布了多少投资，你要把这些投资放回收入、毛利、折旧和现金流里一起看。尤其是那些市值已经很高、市场预期已经很满的公司，一旦回报节奏慢于投入节奏，波动会非常明显。也不要因为某家公司短期下跌就立刻断言 AI 结束。市场在重新校准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好公司也回撤，差公司也反弹的混乱阶段。真正重要的是几份财报之后，哪些公司的数据开始连续指向同一个方向。如果广告效率提高，云收入加速，自由现金流还能守住 AI 投入，就有机会被市场理解成扩张。
如果资本开支不断上调，折旧开始压利润，收入端却没有清晰变化，那就说明故事跑在账本前面太远。回到普通投资者的账户，你最需要避免的不是错过每一条 AI 新闻，而是在最热的时候忘记风险边界。热门叙事最容易让人觉得所有公司都在同一条上升曲线上，可真正进入财报后，曲线会分得很开。我最想让你带走的不是一个简单结论，而是一套观察方法。看 AI 不只看谁喊得响，也不只看谁花得多，看谁能把算力变成产品，把产品变成付费，把付费变成现金流，再把现金流支撑下一轮投入。这套循环能跑通， AI 就是生产力；跑不通， AI 就会先变成成本。这个差别可能决定未来很多科技股的估值上限，也决定普通投资者会不会在最热的叙事里承担最冷的账单。你更看好 AI 上游继续强势，还是平台型公司在下一阶段重新定价？也欢迎你在评论区温和补充。你判断 AI 公司时最看重哪个指标？如果你喜欢这种冷静拆账本的方式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。市场里没有谁能替你承担结果。今天这期内容只是基于公开信息和个人研究做出的分析，更多是提供一个观察角度，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。真正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、仓位边界以及独立判断。